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新一期的保险系列。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好像对于生产力这件事有一点太着迷了。那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会不会是我们其实都搞错方向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用一个故事来开场。这个故事呢有一点点吓人，是从 Stephen King 的小说《漫长的行走》来的。大概的故事就是说，有100个年轻人，他们需要参加一场永无止境的走路比赛，规则呢非常的残酷，有一点像饥饿游戏的感觉。里面呢，只要你的速度慢下来，你就会被淘汰，而且这个淘汰是直接从生命当中被抹除，也就是说，他们只能一直的走下去。这其实就点出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说我们跟生产力的关系其实也类似这样子，像一场永远都不能停下来的赛跑，好像后面总有什么东西在追着你，你很怕只要一停下来就会被整个社会给淘汰掉。那我们就要来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回到我们最根本的地方，来看看我们对于时间这个概念的理解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被彻底改变的。这个转变其实差的还蛮多的。比如说在中世纪的时候，时间呢它是跟着事情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牛奶要挤的时候你就去挤奶，农夫的工作呢反正永远也是做不完，所以根本没有人会赶时间，大家就是该做什么的时候去做什么。但是到了现在，时间呢它突然变成了一种资源，而且是一个有限的资源，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管理和优化它，还会有所谓的浪费时间或是节省时间这样子的说法。所以这个转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轴就会比较清楚。在时钟还不普及的年代，大家的生活就是前面说的跟着大自然的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当机械设备发明出来之后，一切都变了，时间变成了一张可以被精准测量的网，直接盖在了我们的生活之上。结果呢，就是今天这样子，我们无时无刻都觉得有压力，好像每一分钟都必须被善用，这也是我们焦虑的来源。我们再继续往后看，那些本来应该要解放我们的科技工具，实际上是怎样的呢？他们反过来把我们给困住了。科技一直以来都跟我们说，他们可以帮我们节省时间，但是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你真的觉得用这些工具之后，你的时间变多了吗？那这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矛盾点，叫做自主悖论。听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学术，但其实它的意思蛮简单的，就是我们拿 email 来说好了，它本来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的沟通更方便嘛。然而它反而创造了一个你必须永远在线的工作环境。那其实可能在国内来说，类似于钉钉或是微信这样子的软件，甚至有的还会有已读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你就处于永远必须在线的工作环境，这会让我们更加的焦虑，我们工作和生活的界限也完全消失了。本来呢它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现在变成一个绑住你的数位锁链。而且现在其实 AI 这个概念还蛮红的，所以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工作废料，就是 work slope。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些用 AI 生成出来的看起来好像很厉害，但其实很空洞，也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的东西，比如说一份看起来很漂亮但是没有重点的报告，或者是一封写的文绉绉的不知所云的 email， 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东西，文案也好，尤其是做跟新媒体相关工作的朋友应该会比较常用到这样子的工具。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你的下游的同事他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搞懂和修正，甚至有时候他需要整个重做，所以这根本上其实增加了别人的工作量。然后背后其实会有一个一直都存在的原则，叫做帕金森定律。意思就是说，工作量它本身是会自己膨胀的，直到它能够把所有的时间都塞满为止。比如说洗衣机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洗衣机的发明本来是想让大家能够节省出更多时间，但事实上大家对于干净的标准反而因此提高了。以前可能1周洗一次衣服就好了，现在因为有了洗衣机，然后就变成2-3天就需要洗，反而把那些省下来的时间你又给全部都用掉了。所以既然工作会填满所有时间，很自然的下一步是什么？就是我们连休息的时候都需要开始用工作的脑袋在思考了。这种心态是怎么完全渗透到我们的空闲时间的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其实可以分成2种，一种呢就叫做随性休闲，其实就是耍废啊，然后看看电视啊，和朋友哈拉一下啊，很纯粹的放松。但常常你会觉得说这样好像没有什么成果的感觉。那另外一种呢就叫做严肃休闲，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技巧和努力了。比方说你去学一个乐器，去练习跑马拉松，它需要有目标，要进步，所以逻辑上来说其实跟工作没什么两样。而且你会发现现在的趋势就是连我们的休息都变得很看重技巧。我们来看这个数字就会很清楚，最终的结果就是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可以说是完全消失了。传比斯的数据显示，竟然有高达70% 的美国
个上班族都是有副业的。那这意味着什么？这代表很多人的兴趣已经不再是为了放松了，而是变成另外一个可以赚钱可以变现的东西。 OK， 所以用这种方式生活，我们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呢？这个代价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呢，它揭示了一个现实，就叫做职业倦怠，也就是 burn out。尤其是在这里所谓的奋斗文化里面长大的年轻人情况特别严重。我们可以看到在18到34岁这个年龄层，有超过80%的人都会觉得心很累，这远远超过所有上班族的平均。这就是长期活在高压下的一个代价。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也点出一个核心的一个心理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会有一种罪恶感，就是当我允许自己去做一些好像对我的人生没有什么实质帮助的事情的时候，那种内疚的感觉。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子的感觉？结果就是我们很容易掉进一个恶性循环里面。比如说第一步的时候，你是觉得心好累很累，想要休息一下，然后到了第二步之后，你就会开始滑手机，漫无目的的滑，想要让大脑麻痹一下，休息一下。这就是所谓的末日滑动。然后来到第3个步骤之后，你滑完之后，你会发现好像你的大脑一片空白，注意力更加不集中了。于是我们就会来到第4步，你会开始内疚，说哇天哪，我刚刚又在浪费时间了。于是你会变得更加的焦虑，这就变成了一个完全逃不出去的一个圈。我相信现在有非常多人应该会有类似这样子的问题。不过呢，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还是要想一些解决办法的。这个办法说出来可能会有一点点意外，因为它有一点点听起来很简单，就是说我们需要无所事事。作家珍妮奥德尔他提出了一个很有颠覆性的想法，他说无所事事的重点不是为了让你休息够了充饱电了，然后你可以更有能量的回去工作，不是的，他不是想让你变得更加有效率，他的重点是要去质疑我们现在脑袋里面认定的那个生产力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才是核心。我们不应该为了工作而去优化我们的休息，而是要去挑战工作本身的定义。所以这就带来一个可以彻底改变我们想法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真正的生产力重新定义成为是关于恢复而不是关于产出呢，那会怎么样呢？而且这个背后也有科学的依据，因为我们大脑的里面呢有一个叫做预设模式网络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大脑的一个放空模式。当我们在发呆或是做白日梦的时候，这个网络呢它就会自动的启动，然后它会开始帮你整理你的记忆，把不同的想法连接在一起。很多创造性的东西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说让你的脑袋放空，到处胡思乱想，这不是你在偷懒哦，这是一个对大脑来说非常重要的运作过程。好，我们再拉回来最开始的走路比赛的故事。从这个漫长的行走里面，我们真正学到的是什么？重点根本不是走路本身，也不是那个我们要到达的终点，真正的意义其实来自于旅途当中那些和别人产生连接的瞬间。真正的活力其实是那些休息时间找到的生命当中那些最精彩的意外和差距，往往就是在你不汲汲营营的时候产生的。那么最后呢，我也想要留个问题给大家想一想，当你把属于自己的休闲时间重新拿回来之后，你打算做什么呢？这其实也不是一个结论，它更像是一个邀请，希望你能够为现在的自己重新定义一下，到底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才是有意义的。